双月牛丸血脉追溯，大河上船近乎实锤。大家好，我是卓尔本。本周海贼王1024话依然带来不少惊喜，围绕一则短短的回忆篇，更是填上了之前许多的坑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细节一：大剑豪的尾声。开个小玩笑，正片开始。继上一话出现双月牛丸和双月龙马的剪影后，本话尾田又带来了3位传说剑豪的故事。其中一名从外貌来看，极有可能是双月牛丸，他在背部展现出了双刀烛辉，早在第5话时就在小索隆的剑道服上出现过。后来在617话和807话的2次扉页连载中，双月跟四郎以及道馆内的其他孩子身上全部都有这个标志。后来在962话中，双月看家的加成衣服上也出现了双刀，显然双刀就是双月一族的标志。而双月牛丸本人也是2刀流，虽然本话没有直接提到这名武士的名字，但还是有众多证据能够佐证他的身份。首先是一脉相承的外貌，1024话中出现的这名剑豪左眼被绷带挡住，达成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独眼，与双月龙马和索隆看齐。尾田就差明着说，要成为双月一族的大剑豪，左眼必定受伤。其次是强大的实力，能随手将普通刀剑变成黑刀，轻易斩断钢铁，不凡的武者气度以及最后的碎岩10日斩击。他不仅是个强大剑豪，也有着广阔心胸，绝不是普通浪人。最后是来自凯多的认定，按照他的说法，被关在洞穴里的3人都是和之国的大剑豪，但是凯多身上藏着绷带，是他与玉田的最后一战时留下的伤口，在府主之行现场也能看到同样的绷带，再加上那时候大河已经拿到玉田航海日志，可以判断1024话中大河与武士的回忆发生在府主之行后不久，那段时间正是百兽海贼团和黑炭大蛇清洗玉田盟友的时候。20年前，在玉田死后，黑炭大蛇威胁其余4位大名效忠，其中就包括了白羽大名双月看家、灵后大名双月牛丸。窃国者黑炭大蛇自然遭到了大名们与各乡百姓的奋起反抗，于是凯多再次以压倒性实力击溃了4位大名，只有看家侥幸逃脱。那么剩下的3位大名，要么战死，要么就是被抓到了鬼之道，也就有了我们在1024话中看到的这一幕。此人是双月牛丸的概率高达 99%， 另外2位武士无法证明其身份，但应该是来自天月、风月或是雨月的族人。至此，尾田算是从侧面补完了和之国历史的一块空白。双月牛丸身上也有着许多有趣的小细节。第一个小细节是既像索隆又像山治的牙签照，当初索隆与路飞在和之国重逢时就咬着一根竹签，难道是双月一族武士的标配吗？第二个小细节，凯多丢下的刀剑全部都是普通白刃，但牛丸斩断大河锁链时，临时用武装色硬画出一把黑刀，刀刃的纹路酷似研磨，但刀柄却不相同。我想尾田除了想体现牛丸实力外，还想暗示牛丸也是一名擅长使用妖刀的武士。第3个小细节是3名武士最后的碎岩斩击，仔细看这几道斩击其实都是有位置顺序的，左下角的武士剑刃向上是一道竖斩，对应的是中间垂直的斩击，右下角的武士剑刃倾斜是一道斜斩，对应的是横向的斩击。而双月牛丸是2刀流剑士，他的斩击对应的就是中间的10日斩。尾田真不愧是细节狂魔。至于大家关心的双月牛丸和索隆是不是父子关系，本话中依然没有答案。我的观点也和上期一样，意志的传承比血脉的传承更加重要。双月一族初代刀神双月龙马是1刀流，接着双月牛丸是2刀流，现在索隆是3刀流，那么下一个刀神会不会是4刀流呢？细节2，大河与一饭之恩。本话尾田又偏心了，为了补充人设，竟然在同一个篇章同一个角色身上2次安排回忆杀。8岁大河的这段回忆至少回答了3个问题：为什么大河那么崇拜武士？为什么大河厌恶父亲？以及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大河坚持了20年？在这个短暂的回忆中，大河与3名武士的羁绊，将他从虚无缥缈的崇拜转变为切身体会的震撼。那一句武士的肚子是不会饿的，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当初桃子曾经也有过相似的坚持。一饭之恩到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？至少在海贼王的故事中，索隆之于丽香，山治之于阿金，路飞之于小玉，都曾经体现过报恩情节。对某种精神的崇拜，没有什么比亲身经历过痛苦后更能明白真谛。凯多是真的打算让大河去死吗？至少在大河展露出霸王色霸气后，他并没有改变态度，反而将他投入了更加危险的洞穴中。这种教育方式酷似当年卡普训练路飞，连路飞都说自己好几次差点死掉。似乎对于卡普、凯多这种强者来说，只有经历残酷的磨练，才有可能培养出强者。只不过凯多没有想到，武士们的胸怀远比他想象的更加辽阔。他们接纳了崇拜玉田的大河，还教他看懂了玉田航海日志。大河愿意隐忍蛰伏20年，都是为了等待20年后涌入新世界的强者们。这是玉田所说的能够击败凯多、改变世界的力量。这也是为什么当大河遇见艾斯后，会问他这片海上的情况，并在得知答案后兴奋不已，因为这意味着玉田20年前的预言正在逐步实现。990话标题“酿好美酒带君来”，很好诠释了大河的心境。相信大家也从他的招式里看出来了，大河的战斗技巧与凯多十分相似，应该是在长年累月的挑战中学会的。小时候大河因为肚子饿误食恶魔果实的故事，应该也是发生在这段回忆期间。可
可以说20年来，大和的努力都在等待着那场预言的大战，而他等待的目标在遇见艾斯后，更加精准地变成了路飞。因为他从艾斯的交谈里得知了路飞的存在，以及路飞曾经说过的与海贼王罗杰一样的梦想。从此，大和认定路飞就是玉田预言中能够改变世界的人，他将击败凯多，让和之国开国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初在983话时，大和见到路飞的反应会那么激动。可以说，尾田为了补完大和的人设，花费了大量的笔墨。有些小伙伴可能会诟病大和登场草率，戏份生硬，但其实草帽一伙中，乔巴、弗兰奇、布鲁克都是在一个篇章中完成加入。之所以大家会觉得大和突兀，实在是因为和之国篇连载时间漫长，登场人物众多，冲淡了每个角色的戏份。但从草帽团成员必有的回忆篇来说，大和的质量显然更高。一个回忆代表着过去，交代了大和当下的使命是完成与武士们的约定，完成和之国的开国；另一个回忆是代表着未来，从与艾斯约定出海，到这份约定转变为与路飞一起出海。大和的梦想是追求自由，告别这个困住自己20年的小岛，像光月玉田一样自由自在，去亲眼见证世界的精彩。也正是因为他的目标是玉田，因此他上传的方式会与其他草帽团成员有显著区别。之前的伙伴都是路飞先发出邀请，但当年玉田想要登上白胡子的船时，是被白胡子拒绝的。玉田是强行抓住锁链，在海里泡了3天3夜，才得到了白胡子的认可。那么大和的出海很可能会复刻一次霸王硬上弓，对阵狂魔尾田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对称的机会。至于大家担心的大和上船后的职位，其实纯粹的战斗员就是不错的选择，就跟当时玉田在莫比迪克号上一样，战斗中总是以先锋的姿态出现。和之国篇后就是最终章，路飞将掀起史无前例的巨大战争，没有什么比增加战力更加实在的了。我们都期待他能开发出更加强大的武党，为什么不能接受新的战力来辅佐未来海贼王呢？所以放心的让大和加入吧。细节3：鬼岛火中决战。最后来看看本画中一些有意思的小细节。首先是成功装到的大神乌索普，完美诠释了狐假虎威，将大妈的霸王色霸气和击败2个飞6包的功绩全部揽到自己头上。可以预见的是，这场战斗之后，他的悬赏金又将激增。目前2亿贝里的悬赏已经是除了主要战力以外的最高赏金了。乌索普那句光凭半吊子的觉悟是无法在本大爷面前保持清醒的，抄袭了当年乔治对红发的评价。乌索普一定是看过海贼王，当然这里尾田应该也是想表达大妈与基德罗之间战斗的激烈。基德也具备霸王色霸气，他与大妈的霸王色碰撞也是理所当然的，只不过对于他们这场战斗的描写应该会得到决战尾声。本画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百兽海贼团的动向，在飞6包全数败北后，各楼层的战局已经开始崩溃，草帽一伙开始逐层扫荡敌人，海贼们纷纷下楼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一场大火正在吞噬整座宅邸。2楼是黑炭大蛇故意纵火，3楼是黑色玛利亚沦入到产生的火焰，4楼基德海贼团的希特也正在喷火，火势已经无可挽回。本兽海贼团唯一的出路就是先赶到楼下的烟灰厅，然后从出口逃到岛外。本画中出现了残破不堪的大门，在当时994话中曾经出现过，当时阿普想要从这里逃往其他楼层，被奎因关了起来，现在已经变成了这副模样，也侧面说明了战斗的激烈。战局继续发展下去，很可能所有人都会聚集到宴会厅，这样大家都能见证2大看板被3只手龙击败的高光时刻，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宴会厅。随后很可能因为大火导致宅邸彻底崩溃，所有人撤到鬼岛外围，再次见证双龙汇集，路飞最终对决凯多。大妈则有可能利用赫拉的飞行能力带走佩罗斯佩罗，撤离和之国。无论如何，这场战斗正在迈向尾声，最激动人心的决战就要开始了。我是朱尔本，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我们下期见。